大家好，我是罗富强。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，普京在下着一盘大棋，目前看来，拜登输了，普京赢了。国际博弈就像下围棋，不能看局部，要看棋盘上的大势。去年2月24日，普京启动了特别军事行动，这将决定未来50到100年的世界历史进程。这场战争是为了随后的世界秩序及未来100年的世界架构。普京需要一场很重大的胜利，拜登则只能追求平局。现在时间正与拜登作对，他遇到了时间麻烦，他需要在2027年之内搞定中国，因为按照美国计算，中国的综合军事实力将在2027年赶上美国。2027年将是世界格局的分界点，美国的2024大选已经来临，所以拜登需要今年内结束战争，还必须赢得战争，因为这将决定拜登的选情。普京不用担心选情，只要他想连任就没有对手，但拜登就不一样，他想连任的阻力太多太大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普京根本不着急，要拿出对手，拿着拜登全力以赴玩下去的重大动机。普京就是要让拜登因此而出错。而这场世界游戏的结果不是在棋盘上，而是在棋盘后面。首先，如果今年秋天乌克兰无法反攻，获得决定性胜利，那就意味着美国的重大失败。美国战争党马上就会停止资金援助，美国对乌克兰战争的资助将于今年9月30日结束。对于2024财年，美国国防对乌克兰援助预算仅提供60亿美元，与之前花费的1160亿美元相比，乌克兰还打得下去吗？这一切都是因为共和党控制了美国众议院，拜登政府成了跛脚政府。拜登已经老年痴呆，真正的操盘手是他幕后的人，但这是一个集团，很难及时得出统一意见。这位老年痴呆者还要竞选下届总统，其实也不是拜登本意，而是他身后的集团。他们需要老年痴呆的拜登，因为这样才有利于架空他，让他做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提线木偶。无论美国人以及美国的支持者是否愿意承认，但事实就是如下：第一，美西方绝杀性的金融战没有打垮俄罗斯，俄罗斯卢布反而走强。相反，因为美西方对俄罗斯的抢劫式制裁，让全世界突然意识到美元才是最危险的货币，于是全球贸易的去美元化大幕全面拉开了，货币互换、本币决算已经成为几十个国家之间贸易的最新决算方式。第二，美西方的经济战也没有打垮俄罗斯，反而重创了欧美。美国经济严重萧条，还陷入史无前例的债务危机。即便是最终提高债务上限，暂时化解危机，但全世界都看到了，美债真不能再买了，必须抛售了。因为美国政府已经不能继续支撑30多万亿美元的庞大债务了，美国债务迟早爆雷，美国经济迟早闪电崩盘，这是谁也解决不了的问题。至于欧盟，经济受创程度其实远大于俄罗斯，史无前例的通胀压力已经导致欧盟多国的不稳定。第三，美西方援助乌克兰的总额已经超过3000亿美元，但乌克兰的军事失败却越来越严重，人员、财产和经济损失更大。乌克兰根本无法在军事实力方面接近俄罗斯，那就注定绝无取胜可能。第四，美国的最大成就只有在外交上严重孤立了俄罗斯，但这都是虚的。只要中国、印度这2个世界上的人口大国，以及中东、南美、非洲地区国家不孤立俄罗斯，美欧孤立俄罗斯并不能取得太大的效果。上述事实导出了为什么普京不慌不忙的原因，因为他在下一盘很大的棋，这盘棋其实是美国正在走向失败。到了那一天，欧盟国家又会回过头来重新与俄罗斯发展关系，这就是没有永恒的友谊，只有永恒的利益的国际关系本质。
好，本期话题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。